种造梗能力，这的排第一，谁敢排第二呀？万万没想到，彪马野狼仅仅播出一集，不仅踹下霸榜2年的福利莲，荣登全球动画榜第一，还造出了这么多的梗。首先是第一集就拉了物理意义上的。这段大卫社可以说是完美还原了漫画的内容。要我说啊，乔尼是罪有应得。要知道，他对应的是平行世界的大乔，乔家唯二绅士，结果开局就插队，还欺负一个小孩，素质这块简直拉完了。而这也导致了第二名梗，轮椅主角。通常意义上是指有非常逆天能力的主角，但乔尼不是，他就是物理意义上的坐着轮椅的主角。这里插一句，杰洛到死都不知道乔尼是因为插队才成的瘸子。更绝的是，这小子不忘初心。何の騒ぎだ？おい！お前らどけよ！言えねえぞ！第三个就是无敌幸运星波克洛克撞脸甲抗歌了。这段出自波克洛克和乔尼跟杰洛冲进灌木丛，比起杰洛先懵逼的是乔尼。不是哥们，你有怪，我才是主角呀！どうなってるんだ？馬が走れるのはまだしも、目を閉じた上に気象スタイルで。なんで騎士が武士なんだ？结果杰洛一回头，突然看到了大网红甲亢哥。其实这一帧是来自广大网友的火眼金睛，这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看看这张神图。第三个，我好方出自杰洛。众所周知，杰洛是彪马野狼第一长发美男，结果动画一出来，直接就是一张大方脸。天才网友把他和火影手游主播水姐拼到了一起，毫无违和感，毕竟两人都很方。第五个就是彪马野狼的神奇翻译了，因为某些不可抗力，所以出现了许多神奇搜索名词，比如什么瘸子历险记、铁蛋快跑、飞驰人生7、奔跑吧兄弟7，当然最离谱的当属赛马狼。不得不说，现在的网友是非常有想象力的，这些个词儿放在彪马野狼上都非常合适。瘸子历险记对应乔尼历险记，奔跑吧兄弟则对应乔尼和杰洛这对好基友。 Go! Johnny, go! Go, go! Johnny! レッスン5だ。第六个，抢鸡蛋大赛。俺よりスティールボールランレースの大会を宣言する。这个完全就是因为史蒂尔的发型，没办法，荒木老贼就是这么画的。大卫社，这叫完美还原。最后聊一下，虽然上帝有同情心，但荒木老贼没有。不过这次的彪马野狼还是出现了不少老面孔，比如留一手的阿布多多，这次是高清重制版，还变年轻了。サハラの流浪の民ウルムド・アブドゥル。なんとラクダに乗って登場だ。虽然新阿布杜杜很快就下线了，还吃了仙人掌刺身，但对比星辰斗士中留2手的结局，这个好了不少。而双男主乔尼和杰洛分别对应了原世界的大乔和西萨，迪亚哥自然就是迪奥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些大家觉得很奇怪的画面，其实并不是大卫社搞疯了。荒木他漫画就是这么画的，比如第一幕雷霆跑姿的沙男其实是完美还原，还有被大家吐槽很丑的女神露西，其实纯粹是因为前期戏份太少，荒木没好好画。而被大家吐槽很多的超绝仰视镜头，其实漫画中也挺神，大家多理解吧。大卫社从第一部做到第7部，其实是很想把这做好的，可问题是没 money 啊，该用钱的地方人家是真用了，无论是马戏还是铁球回旋。那这么说吧，要是大卫社有鬼灭1半的经费，那在 MAL 的评分可就不是 9.26 了，想要多少填多少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，欢迎各位照出指正。